他都没有问我，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哦，你没有告白？没有诶，全部的韧带撕裂哦断了 something 啊。打完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妈妈。Hello 我是周文林思伟，我是 Vera 陈燕宁。我们是国家武术运动员。今天我们要接受黑卡基的快问快答。那你们可以一个打10个吗？他可能不可以，我不可以。一起啦，一起可能可以啦，一起可能可以。你们最喜欢的动作是什么？我是专门打太极拳和太极剑。我最喜欢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因为我本身觉得我左边比较好看，所以每次做这个动作就比较有自信。我本身是打长拳、刀术和棍术，动作很 specific， 但是项目的话，可能我就比较喜欢刀术吧。我的肌肉全部很硬，所以打长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打刀的时候呢，就求快速猛。对我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你们是怎么接触武术的？6岁开始学武术。小时候我的父母看到我喜欢看那些武侠片，然后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汪清海的武馆他们在表演，然后我的父母就把我丢去他的武馆去那里尝试武术。如果你可以跟一个武打明星合作，你会想到谁？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李连杰、黄飞鸿。对 ，my favorite 。我以前也是有看到一个就是武侠片，但是他跟他的那种武侠片有一点不一样。我的是从 Disney Channel 有一个 movie 叫做 Wendy Wu Homecoming Warrior。你们没有看过吗？没有啊，Wendy Wu。Wendy Wu 啊。花木兰我就有看过呀。我以前其实有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项目，弹钢琴，我有 join 过 choir 唱歌，然后芭蕾舞也有做过，就比较晚才接触到武术。Fun fact， 他是学武术不到1年，他就进入国家队了。然后我是很多年后才能够进国家队。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哇，他以前看起来很 nerdy 的，就戴着那个眼镜，很 cute 的哦。他以前没有不觉得我 cute 他觉得我是很会读书的，但他以前是不会读书的，所以我们以前都不怎么会说话那种。他是比较调皮的，就 troublemaker 每次被教练骂，训练的时候有时候会偷懒。那你们是怎么喜欢上对方的？我们10年认识，然后我们15年才开始交往，所以那个5年就我们是好像很好的朋友这样，like friend zone。以前没有那种想要追他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以前叫他姐姐，我想追别人的时候还问他 for advice 的那种。对对对，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因为当时我也还没有喜欢上他，我们只是好朋友，因为我会很乐意的给他一些建议啊，但是 fail 了。fail 啊，是过后才培养的那种男女朋友的感情哦。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训练，几乎每天都会一起去吃饭了再去训练，然后每年我们也是一起出国比赛、出国训练，就慢慢然后感觉很 comfortable， 然后就突然在一起哦。Fun fact 啊，他都没有问我，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是很 natural 的，就我们每次都在一起，对。哦，你没有告白？没有诶，不懂，有点奇怪。但是就从每天训练的时候一起跟他吃饭，然后过后weekend 的时候就慢慢有约他出去，但是就没有去问他，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那种就慢慢牵手那种，就suddenly就 together 了。你们之间谁比较懒惰？all along 都是我比较懒惰。那谁会负责做家务？为什么呢？一定做不一样的东西啦。就做家务的时候、煮东西的时候都是我做，然后比较 serious 的东西 ，admin 的东西，那些买家的时候很多东西要 fill up 那种都是我做，都是他做。brain power， 对。谁比较爱哭？我是 cry baby。
我什么都哭，我看 drama 都哭，紧张的也会哭，看他比赛紧张了也会哭，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那个分就没了。然后我们的队友他们很喜欢在他哭的时候，然后就 video 他在哭，很然后好笑。post Instagram 那种很坏。职业生涯中最骄傲的瞬间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2023年世锦赛的拿到了一个铜牌。那个世锦赛是我第5届，从2013年每2年都会有一个世锦赛，那是我第5届才终于摘下了一个铜牌，我就觉得得到了那个对自己的认可啦，虽然只是铜牌。I think it's a tough fight between 2023年亚运会银牌，还有2023年的世界武术锦标赛我拿到金牌。因为亚运会也算是我们武术里面最大最重要的比赛，然后能拿到一个牌是挺难得的。然后那年我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也是有去看我比赛，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然后在世界赛的时候，从我开始练武术的时候，都想拿到一个世界冠军的傣的，然后所以拿到的时候就很开心。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挫折2018年的时候，亚运会为了那个比赛，我 took a break from 我的 body， 我去中国训练，I think 2-3个月吧，就为这个比赛准备。然后在还没有飞的时候，1天前受伤，就扭到了脚，全部的韧带撕裂断了 something 啊。但是你还是去比赛了吗？是，因为我已经牺牲了那么多，然后那个比赛那么重要，没有办法，我就吃止痛药，然后每天去看那个医生，看物理治疗师，然后就这样上场，那个是最惨的。然后休息了差不多4到5个月吧。我的可能也是18年的时候吧，就努力啊，努力。我18年的时候，打完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过世，就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因为我妈妈，当时候是我最大的 supporter， 每个比赛都会，就跟着我去支持我。她过世过后我就知道她以后就没有那个机会来看我，所以我有一点遗憾，就18年的时候没有做到我最好的表现，因为那是她最后看到我最后一场比赛的。他是生病吗？他那时候是有癌症，然后其实已经好了。他从亚运会过后回去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有 relapse。Actually before 那个亚运会好像已经是有 relapse 了，然后I think医生有跟他说就建议他不去那个比赛，但是他还是去看了那个比赛，然后过后他的 condition 就突然间worsen很多。This is my first time talking about it, like on screen. Yeah, because I always don't want to talk, and then like, because I know I will cry.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全职练舞？ I think 是2022，我好像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上了半年，然后他们给我那个奖学金的时候，然后我就 decide 把我的大学不 on hold。当时想的时候是我的大学 anytime 都可以去读，但是我的武术运动员的 lifespan 比较短，然后就现在冲着练
武术，然后过后再读大学。我也是2022的时候就刚从大学毕业，然后我找到了我第一份工作，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从9点到6点是要去打工，甚至有时候都没有时间去吃饭，然后要赶去训练。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辛苦了。所以我2022比赛的时候拿到好成绩，然后2023他们给我了一个奖学金，我那时候就 decided to convert to 全职运动员。当全职运动员钱难赚吗？因为我们全职运动员是 under 一个 scholarship， 所以有 scholarship 的话，他们就有给你工资，然后你成绩好的话，工资就高；成绩不好的话，工资就低。然后好的是现在他们有 top up 我们的 CPF。所以他们是今年才开始到巴西毕业，说很好。我觉得现在我们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给我们的全职运动员的福利还有工资都是蛮不错的。夫妻一起从事同一项体育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那种 shared memories 啊，我们经常会就想到以前的时候就会就很开心啊，因为训练每次都在一起嘛，所以 sort of 我觉得是 prepare us for 那个 married life。坏处是什么？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能想到的呢，可能是吵架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要在训练的时候看到对方。But luckily 我们很少吵架，没有吵架了。那你们在一起10年，你们的爱情长跑秘诀是什么？听老婆的话，哇，对，听老婆的话，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真的。因为很多次我让他做他想要做的，但我说不可以，但他做了，但我会后悔。那我会 I told you so。有很多次叫我不要买这个啦，浪费钱啊，但是我去买，然后买的话我又没有用。他现在要买一个 coffee machine。买 camera 啊，他现在已经有了，但是他以前买的时候他很喜欢，但现在不是很喜欢了。你看他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后悔。但现在我会 control 啦，等到以后再买，坏的时候再买新的。那你们为彼此做过最浪漫的事？在马尔代夫跟我求婚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完全是惊喜来的。每次我们去旅行的时候，都是我会 plan， 然后那个时候从头到尾都是他做计划的，所以我就不错哎，连他都没有跟我讲要做指甲连我去到那边都没有做好指甲，然后突然间他就求婚了，就 caught by surprise 了。你的马尔代夫求婚安排了多久？ Actually 很短，可能2-3个月吧。一开始我就去问那个卖戒指的，然后去把他的戒指做好了。我的 idea 是想在一个 island 跟他求婚，就没有人的，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去 search 了，连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这样了，我就买机票这些。你会觉得很 random？他突然2-3个月前问你要不要去马尔代夫？去年我也是特别啊，你有听到没？你们的婚礼最感动的 moment？ for 我，因为我是男的，然后我是先走down the aisle 嘛，所以我在看他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emotional 一点哦。你有想什么吗？就是那个 moment。就想她很漂亮哦。呀。我都想不起来我当时在想什么，因为那天很忙，我那天就做很多东西都匆匆忙忙的，就有一点 regret， 没有享受那个 moment 啊。婚礼过后就有一点那个 sense of relief， 就很开心啊，对，很开心结束。那你们会练舞到几岁 ？For now I think， 因为明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亚运会，然后可能比完这个的话，再看我们的身体情况，还有看比的怎样。但是很 open to anything 咯，看几时退，然后看当时想做什么，然后就可能
往那个方向去。但是我也有想过要回去读书，读 master 还是什么，但是还不确定呢。因为我有拿到一个读大学的奖学金，然后可能退役的时候再去读大学了。那你们 SEA Games 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在家里练的水平，然后没有失误，没有扣分点。然后 medal 的话，当然要 aim for 金牌。会有压力吗？ Honestly 没有呀，因为我觉得发挥我的那个最好的水平比我拿那个 medal 还重要，所以我没有去想，如果我没有拿那个 medal 会怎样。我也是，我的目标是金牌，但是我也是没有太大的压力。SEA Games 全部的人的选手都很强，所以就我觉得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SEA Games 快要开始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Wait, are we supposed to like that? I wanted to do this, you never do. 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拜拜拜拜。